万户门扉开不远，这里就是东京城喽。孙杨正面上新酒了，客官里边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回再说。八荒争凑，万国乾坤。嘿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，我还怕敲门吵着你睡觉呢。胭脂啊，行啊，你赵表。胭脂，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说，娘子，大哥，说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夜不归宿，肯定没干什么正经事儿。还轮到你们两个管我啊？啊，我是你大哥，亏我昨天晚上这么忙，还想着给你们带点好东西呢。岭南荔枝，荔枝，别以为有这些珍贵吃食就可以贿赂我们了。我也第一次见，太好吃了。你们不要，那我就给爹了。不行，荔枝上火，爹不宜吃。哎，我们拿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冰镇的啊！你们啊，吃归吃啊，记得给爹和嫂子都留一点啊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剥皮吃啊。乐儿、墨儿，早饭不做了，你们自己去买些吃食，晚上嫂子再回来给你们做饭啊。娘子，我想吃蜜汁豆腐，还有嫂子，我想喝山药羹。好，那就喝山药羹。我就说嘛，那个姓赵的不懂事儿，看把我们七娘子给气的。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为一个男人生气了？那昨晚，柱子和他……你说过要帮我查出冒妖的真凶，你准备怎么做呀？你进来呀！不了，不是太方便，我站在这里说话就可以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，既是凶案，官府必定会介入。我在开封府也认识一些人，我来帮你打听打听。官府那边我早就打点过了，但我不信任他们，那些徇私枉法的家伙只会随便搪塞几个替死鬼给我。张七娘子啊，我可以提醒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是仇人所为？说的不是妖魔鬼怪哈，人。人可比妖怪更可怕呀，人心诡谲，凶险难测呀。倒是赵先生和冒妖案前后脚出现，怕不是我仇家派来的吧？我呀，我怎么可能是你仇家派来的？我呀，简单，就是图这份差事有油水才来的。如此说来，先生只是为得酬劳。当然，那赏金是多少呀？那门口的告示里不是都写了吗？你出去一看就知道。看来赵先生的嘴还是不太诚实嘛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你图我什么呀？说实话，我还没想好。我那……你好好想个理由。尝尝这个，岭南的荔枝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就来。那我出去等。
给娘子来一个，老爹来一个，赵范儿，赵木。可以啊，小玉盘，一看就是皇家的器物啊。先生还认得这个呀？眼界可不是一介小民能有的。张七娘子过奖了，我也是在画像上看见过。以后你叫我七娘可好？我唤你一声赵大哥，不唐突吧？都可以。来到我身边的男子，不是图钱，就是图权，要么就是图我的美貌。赵大哥，你想好图我什么了吗？我方才一直在吃岭南荔枝，还没想呢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我呢就先回去了。改天我想到再告诉你，因为我出来时间长了，怕家里人骂我。我娘子管得太严了。你成亲了？还是个惧内的。哎，不能这么理解。我俩啊，两情相悦，时间长了以后由爱成畏罢了。对，那就此告辞。我要是不让你走呢？你越是不图我什么，我就越对你有兴趣。从小便有人教我，遇见自己喜欢的器物，管它是谁，贴上黄蜂，便可独占。那后来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七娘子可要小心啊！这个赵不友跟之前的那些不一样。行了行了，让你加强府中护卫，找着人了吗？又找了2位高手，已在前厅等候多时了。这张七娘子到现在还不出来见人，真是太大的架子了。练就一身本事，不就是为了祸慢石家？你急什么呀？哎，你干嘛的？哦，找张七娘。张七娘是你想找就能找的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走，赶紧走！快来人呐！有人闯府！你来找张七娘的都是疯子吗？请问这位娘子，刚才是谁闯府啊？我。娘子说笑了，就是他，快把他拦住啊！我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打人的。谁敢闯府？是你。找张七娘问几个问题。张府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，七娘子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正好你们2个露2手吧。得嘞，我是张府的护院，你若再往前走，我可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你打算怎么对我不客气？我可空着手呢。这么貌美的小娘子，我怎么舍得下重手？要不要我把刀借给你？你怎么偷袭呀？不是你要把刀送我的吗？反悔了，还你。随便就能送人的刀，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刀。还你。这位娘子，
他们骗我做护院，我不能就这么让你进去。那你打算怎么拦我啊？我的兵器呢，有点重，待会儿要是招呼起来，不小心伤了你，请您见谅。呀！既然你有兵器，那我也用一下我的兵器。你这是什么兵器？不认识啊？这是山药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山药。得罪了。如果是刀剑，现在你已经断气了。我输了。回去记得用白醋洗一下。敢问，您的山药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早市上买的，便宜许多。您可是为了上回庄宅牙行的事而来，有什么话我都会如实转告我们家七娘子的。还是把张七娘叫出来吧，我要当面问她。这个嘛，好身手啊！哦，七娘子。之前只觉得这位姐姐长相俏丽，办事果决，没想到身手也这么漂亮。咱吃点嘛。我们要等嫂子回来给我们做山药羹吃。行行行，你们等着吧。大哥，你怎么看猫妖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武大的尸体不是被猫妖吸到半空的，是被绳子悬吊着的。这个案子绝对是人为的，是有人用冒妖这件事情达到什么目的？大哥，你怎么看这个案子啊？这个案子，你们俩不准管，很危险，听见没有？那大哥，你管冒妖案吗？我管他干嘛呀？那你昨天去凑捉妖热闹是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去抓冒妖了？我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，嫂子也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你上了张七娘那个特别豪华的马车。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叫着我呀？人家那手一勾，你一呲溜就上去了。你上去干什么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们俩都想住南方，大哥想挣点赏金，这个大的宅子有2间南房，给你们俩一人1间。去张新娘的马车上挣赏金。大哥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这么做我们瞧不起你。你们两个白眼狼的，走吧走吧，忙你们的去。鄙视你！哎呀，找到了，吃酒的钱找到了。大郎，你看，行了，你拿着赶紧去吃酒吧。我是说这么少的钱，怎么一下就生出这么多？哎，对，你怎么去翻我的钱呢？大郎，大郎，有些钱能拿，有些钱不能拿。爹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？我是看到你这个钱袋，才发现了你的秘密。马车上的钱，咱不能赚。爹，这哪跟哪呀？行，啊，赶紧去吃酒。
我这玉女桃花膏是秘制配方，采用上好的益母草为原料，再加入749种草药，用蜂蜜调制而成。用完以后，皮肤透亮润泽。姐姐试试便知。别家款待客人只是上些茶果点心，张府的款待果然别具一格啊。别家上门拜访，也就是拎着瓜果点心，不像姐姐，拿着山药就打进来了。姐姐来的别出心裁，我这接待的也不能落了俗套，不是？铺子里事多，问完问题就走。牙行初见，我就觉得姐姐是个妙人。还没请教，姐姐的名字呢？称呼我赵家娘子便可。赵家娘子？难道你就是赵大哥家的那位？正是。那姐姐今天来这儿，是想问关于赵大哥的问题？姐姐尽管问。昨夜我夫君找你，是为何事？大半夜的，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，能够发生的事儿可多了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尝尝这个，赵大哥最喜欢的。他说冰镇的最好。赵不由的为人，我清楚得很。就算他有贼心，也没贼胆。况且赵不由这样的男人，张七娘可不稀罕。那像姐姐这样的女人，嫁给了他，是看上他什么了呢？我自己的夫君，我自然有心仪的理由，不需要旁人评价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找他为何事，跟我说吧。冒妖案。昨夜，赵大哥主动提出要帮我查这个案子。其实啊，要看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脸只是表，这手才是理。姐姐有颜有才，却只能拘泥于家务琐事中，看着手就知道，家里的那些粗活累活一件没少干吧。倒是赵大哥。昨夜帮我剥荔枝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，他那手倒是挺细的。唉，是啊，平日里舍不得赵不由干活，他那双手啊，也就留着给我洗洗脚。哦，昨日多了一个差事，给你剥荔枝。嘿嘿嘿，你可别乱给孙叔浇水，浇太地行，别碰他们。我就得干点粗活，怪不得养活不活这些活呢。哎呦，这是赌丝钱，本蒸骨头，这是又收着黑钱了。这么舍得给我买好吃的，哪个案子的？冒妖案。这么多，这个张七娘他们家管家康乾给我的，让我评那个冒妖案。老规矩，给你看一眼，然后按月发放给金元军那些老兵。我呀，替你们操多少心呢？头儿，我收他们这么多钱，一点不冤啊，他们还占了便宜了。你知道现在冒妖案闹的
洋楼街那边人心惶惶，地价都跌成什么样了？抓人了吗？我抓了一个跑腿的，叫孙某。他晚上出现在杀人现场，而且有证人啊。跑腿的，年轻男性居无定所。头儿，就算这个事儿我冤枉他了啊，你往后干，保不齐将来还他妈祸害谁呢？我这叫防患于未然。把这个钱呀退了。冒妖案，张家的事情，你平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头，哎，赵家大郎来见。啊，来，陆先生，哎，这么晚还没回家？我这不是就在家里面吗？哦，您平时住在这里面？东京的日子太舒服了，住得再好一点，我怕活成他们的同类。坐。我想跟您打听个人。谁？张七娘，您知道吧？知道。你觉得她跟冒妖案有没有关系？张七娘，洋楼街冒妖案，有啊。你怎么看？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，你说年纪轻轻，这么厚的身家，你说她背后是谁呀？在东京城能做地产生意，又这么年轻，那背后不定有哪位神仙保着呢。没事啊，别招他啊。你招他了？说不清楚。出去找女人了？没有，我去见张七娘了。我奉劝你，别找死。她有那么厉害吗？2年前，我们开封府有一个案子，一个年轻、俊美的教习，去到他府中，教他习书画。没多久，人就失踪了。他们家里人后来来提告，没过多久，家里人也失踪了。这案子最后不了了之。他说这么一句话：我看上什么东西，我给你贴个黄封，这东西就归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这话是他说的。对呀。就是因为这事儿大，咱才不能得罪张家呀。咱不跟张七娘作对，咱能不能跟案子作对啊？张家想让冒妖案草草了事，咱是开封府，咱得让每一个案子都清清楚楚。你要这么说，了然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赵北要去找武家，你帮帮他。不用他，我自己就行。好，我配合他查这个案子。莫兄，伴儿，小宋哥哥，昨天我们一起一无所获，还差点被抓。你那个文章是不是没法交差了？昨天半夜我又重新排了一版，也把苦灰改成了苦土，不过仅此一章。我看看，我还是头一回看到，果然是好朋友给你写的。你那掌柜的如此苛刻，他会不会？那我就理直气壮的把你给他做的牌子机器搬走。所以我们今天去哪儿？接着查。走。
干嘛穿成这样啊？姚和兄弟平日就风神俊朗，偶尔打扮一下，也让人眼前一亮啊。咱们不是说好重验尸体？你穿成这样怎么干活？对呀，没问题呀。你看我这，没问题，真的跟平常一样。哦，我昨儿啊发现了我爹的五座手札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这上面的理论有的是可以用的。你看，比如说是这个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伸手。干活去啊！若武祥是被吊起以后才断气的话，那他的尸斑应该处于上下肢的远端。不对，他的尸斑没有集中在上下肢的远端。姚和，你快帮我个忙，把它掀开来一下。你看，他的尸斑集中在四肢及后背的后侧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武祥死的时候应该处于仰卧位。仰卧位啊，那说明武祥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是这样。来了，进来。万推司，你们两个还好吧？啊，他最近搬到哪儿去住了？回万推司。案发后，我和三妹便在红石店暂住。就这？有。介绍一下。二位是死者的弟弟妹妹，这位我们开封府请来帮忙断案的赵松士。节哀。猫妖不出，我大哥不能瞑目。放心，我在开封府这么多年，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是吧？啊，没有天幽峰的妖怪，只有露出破绽的凶手。说得好。这个地方是被人进来动过吗？对，昨天晚上进来一伙人，那也不是偷东西。武大的尸体不是被猫妖吸到半空的，是被绳子悬吊着的。这个案子绝对是人为的，是有人用冒妖这件事情达到什么目的。赵表，这没什么问题吧？哦，这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看看别处吧。武俏娘子，请问平日你们如何居住1楼这里是我房间，楼梯上去2间是大哥和二哥住的。你的房子我可以去看看吗？嗯。我能打开那柜子看看吗？嗯。你平日就在这里梳妆，是。比我们家妹妹的那个整洁多了。上面那些东西也是你的吧？嗯。这漆白粉是你的？
但这个平时我基本不用的。这是手膏吧？嗯。可以到2楼去看看吗？赵先生，我腿不方便，二哥你带他们上去吧。好，2位这边请。最里边那一间是我大哥的屋。这五祥看着5大3粗的，屋子倒是挺干净利索。案发以后，这个屋子有人进来动过吗？案发之后，我们便没有进来过。如果他死的时候是躺着的，那就更加说明根本没有什么冒妖吸魂之说，他是死于别的原因。死于别的原因，那会是什么原因呢？毒我们也验了，没有中毒；伤我们也查了，只有头部有那些不致死的皮外伤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都说尸体会说话，尸体会说话，查不出来呀。武大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老何，你看，他的右眼为什么这么红啊？一般来说，如果右边脑袋受到致命的打击，右眼会充血。你昨天不是摸过了吗？昨天摸的可能不够仔细，手套会影响触觉，我再摸一遍。摸到了。这个是你哥？不是，那是韩信。韩信？哼，供个韩信，干什么？研习兵法。哎呦，你们武家事儿大了啊！供韩信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，韩信是刘邦的左膀右臂，但不知道的是，韩信有楚归汉。啊！你们供着韩信，偷学兵法，准备谋反，你们是不是别国安插在我大宋的细作？万岁司，未必。当年韩信带兵的时候，为了缓解军中的紧张气氛，发明一些赌博之术，所以后来民间喜欢发财的人也会拜他。不可能，我就没听说过。后面写什么？保佑发财。你再看这香炉，不是供的，是什么呀？不是，这还有供韩信保佑发财的。你知道你大哥上面写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不清楚。万岁司啊，这个我想拿去调查调查。看看，你带我去别处看看。是。啊，供韩信。顾武祥房间挺干净，是个体面人啊，可惜这个死法。不对，武祥的干净应该是个假象，他的衣柜里面是乱七八糟的，所以房间应该是被人刻意的清洁过，想抹掉什么线索。另外，他的房间里面少了一样东西，你发现没有？什么东西？油灯。啊，身上好像没有油灯。原本应该有的。
桌面上有圈油渍，是放油灯的地方。我这个人，从来不相信什么冒药能杀人。所有的事情，应该都是人为的。妹妹来了。哎，回来！你看你，别吓唬人家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刚验完武祥的尸体，发现点新线索，顾巡使让我们来跟你们禀报一声。我们，他们几个也去了。你们怎么不听劝呢？啊，不是说了不让你们掺和吗？你不是也掺和进来了吗？这上梁不正。我问你就别问我。一边当街训妹妹好吗？对孩子态度好点。查找什么了？你说。哦，武祥的头骨右侧有一道破裂凹陷，右眼充血，应该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的。油灯，只是猜测，得再继续看看。我跟他们说两句。过来。你们几个昨天夜里是不是进去这个命案现场了？啊？我们4个一起去的。告诉你们啊，里面被破坏了，万推司现在正在找是谁进去的，赶回去。大哥，我们想帮忙。帮什么忙？行了，回去。大哥，对孩子态度好点。你看你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再去查查。爸儿，你方才亲手碰血尸，真的是令人钦佩。我在想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我想下篇小报的文章，写个女仵作。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当一名仵作呢。那说说感受。宋兄，你尝尝这个新口味。爸儿，验尸它本来就不是个易事儿。你看我爹，老江湖了，他有时候还栽跟头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都经历过这些。唉，你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？我想去医馆，却被辞退了。我被拉去当仵作，还疏忽了这么重要的细节。就那个头骨呢，我怎么就没摸出来呢？耽误大家。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！这案子它本来就很诡异。更何况，要不是你在的话，我们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还有你啊！但我离不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胆小。啊，确实。咋了？哎，他俩人呢？那来一份吧。丁家，我不买冰，我想买制冰的消食。各位看官，今日相扑场女斩争魁首，吕梦芬、何赛娘大战极旋风黑四姐。今天的小姐官人们，3文5文的讨个好彩头啊！来来来，黑四姐究竟是力更强还是技更高？各位看官请好。小哥，哎，请问上面那2位是谁啊？那个灰裤子的叫黑四姐，那个蓝裤子，何三姐。我那朋友跟我说啊，押宝的话押到黑四姐身上，对吗？谁说的？武祥。武家大郎对吧？哎，好，他我们这常客，他这人嘛，哎，没事，也挺好听。哎呀，我还是给您提个醒，他这人啊，赌运极差，哟，逢赌必输。前2天我听说啊，他在一个赌场里输了一把大的，就一把，一到房子前没了，当场人就吓晕过去了。哎呦，不能听他的，你还信他？信他家底都得输光了，不能信，不能信。哎呀，好吃好吃。
掌柜啊，我想问一下，黑四九的赛期是什么时候？黑四九，3月初2、初8、11，还有掌柜15、16，您帮我看看，赛期都是上面这些日子吗？好，对，就是这些。太好了，下把要不要下注？我下一期，多谢。何然赢，开出去！哦，你有事儿让家丁找我就行了，还亲自来一趟。你紧张啊？没有啊。你既然答应帮我查冒妖案，就想着来看看你有没有偷了，顺便聊聊武家那案子。哎，那个8字都没有一撇。有消息，我告诉你。我可不这么觉得。赵大哥接下来去哪儿查啊？一起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哪，还没定呢，我自己去。我想你不会想在这里难看吧？走。你知道宋朝盛行花美男吗？簪花最初多发生在皇帝游行、祝寿、文喜宴之类的官方活动或宴会上，而后民间百姓开始效仿。从剧中大哥和嫂子逛瓦子就能看出，簪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 OOTD 日常。所以说，在宋朝，男子才是花式大户。就问你 CT 不 CT？若非相蕊，谁会惹怨？这般浮于荣仆贵贱，身披斗笠，怎能奈何天？背上气囊，谁会许愿？结伴三尽，途穷必现。只寒切骨，苦与无端。情不断，理还乱，既不远也不慢。抬头画眉